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经典美恐电影《魔鬼碟仙》，胆小的保持扣个1，胆大的扣一下眼珠子。话不多说，我们开始今天的故事。故事发生的时间离现在并不太远，家里有老人的可以问问。大概500年前，村里有个姑娘叫玉兰，不但长得好看又善良，而且还精通医术，十里八乡的小伙几乎把门槛都要踏破了。可就在王干娘又来说媒的时候，突然听到外面传来了一阵马蹄声。玉兰赶紧走过去一看，教会的大长老又带着人杀过来了。他对玉兰垂涎已久，最烦的就是有人给玉兰说媒。于是玉兰连忙让王干娘从后门走，紧接着大长老就破门而入了。玉兰本以为大长老会像以前一样，看一眼屋里没人就会离开，可是玉兰错了，大长老始终得不到他早已失去了耐心。这一次他是来霸王硬上弓的，如果玉兰还不肯当他的第9房姨太太，他就会给玉兰扣一个女巫的帽子，然后把她赶出村子，让她无家可归。玉兰当然不会屈服，大长老立马就让手下把玉兰绑了起来，紧接着就要检查她的身体，看看她是不是已经被撒旦附身了。没想到刚把大猪蹄子伸过去，就被玉兰咬了一口。大长老顿时恼羞成怒，抽出皮鞭，3、5下就把玉兰的半张脸给抽烂了。Peut-être as-tu déjà couché avec Satan lui-même. Je vais enfin découvrir ton secret. 1分钟后，惨遭强暴的玉兰被扔出了家门。大长老向村民们捏造了玉兰的罪行，说她一直在用医术蛊惑人心，是个非常邪恶的女巫，让村民们千万不要再上当了。愚昧的村民不分青红皂白，捡起地上的石头就是哭嚓一顿砸。玉兰只能赶紧爬起来逃跑。她经常给这些村民免费看病，没想到现在却被他们恩将仇报，一时间天地为之变色，好像连老天爷都看不下去了。玉兰越想越恨，愤怒地对这片土地许下了恶毒的诅咒，总有一天他会让这片土地上的人全都不得好死。随后就钻进了树林里，再也没有人见过他。时间来到500年后，2个毛贼溜进了一家博物馆，有人花钱让他们来偷一块传说中的通灵板。熊大想着我们只偷通灵板就行了，不要节外生枝，可熊二却觉得来都来了，顺手拿几件古董不香吗？熊大不同意，老话说得好，道义有道，说好了只偷通灵板，那就不要搞那些有的没的。熊二表面上答应，却突然偷袭了熊大，好在熊大反应快，裤嚓就是2枪，结果没打中要害，还是被熊二给打晕了过去。熊二带着通灵板和几件古董赶紧逃之夭夭。熊大非常的生气，跑过来问雇主到底怎么回事，从哪找来的熊二，一点江湖规矩都没有。可让熊大没想到的是，不光熊二不讲规矩，连雇主也不讲规矩。一看熊大没能把通灵板带回来，立刻就让3胞胎放干了熊大的血。这3个美女我根本分不清谁是谁，所以也就不给他们取名字了，就叫他们3胞胎吧。画面一转，来到了郊外的一片树林里，水仙和男朋友正在筹备餐厅开业，于是就跑到这里挖点野生的蘑菇，看看能不能研究出新的菜品。可也就在这时，他感觉树林里好像有东西，仔细一看，竟然有个女人站在那里。水仙刚想打个招呼，那个女人转眼就消失了。水仙好奇地跟了过去，却意外地发现了一堆红色的蘑菇，颜色非常的鲜艳，一看就很好吃。刚想去摘，突然水仙被吓了一跳，但看那只猫十分的可爱，于是就跟着猫跑了过去。很快就发现了一个包裹，打开一看，里面是一块圆圆的木板。水仙也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，但看起来艺术成分很高，挂在餐厅里当个装饰品应该很不错。于是大伟就把它装进了包里，两人完全没有察觉到，就在他们的眼皮子底下赫然躺着一具尸体，而这具尸体就是熊二。时间来到晚上，小两口在家里搞了个聚会，参加的人既是餐厅的员工，也是他们的朋友。可没想到突然来了一位不速之客，大伟顿时眼前一黑，自己的前女友怎么突然跑过来了呢？一打听才知道，原来是小强请来的。小强说，就算你跟他合不来也别浪费，肥水不流外人田嘛，万一他喜欢我这种类型的呢？说完就屁颠颠的迎了上去。大伟本来还想跟水仙解释一下，说真不是自己请来的，不过水仙可没那么小气，热情的跟芙蓉打了个招呼。听说芙蓉是个考古专家，于是水仙就让他帮忙看看今天刚捡到的那块木板，看看是不是什么古董之类的，万一是块宝贝，那岂不是发了吗？芙蓉不愧是专家，一眼就看出这是一块通灵板，而且至少已经有500年的历史了。不过很可惜，并没有什么实际的价值，只是听说可以用它来跟灵魂沟通。沟通的方式很简单，就是拿一件随身物品在板子上面晃，然后提出你想问的问题，通灵板就会用上面的文字或者图案来回应你。于是水仙赶紧摘下项链试了一下，
O great and powerful Lord, will our restaurant be a success? 等了一会儿，却并没有反应。芙蓉让他换个问题试试，于是水仙又问了一个问题，可还是没有半点反应。水仙不禁大失所望，可是突然房间里的蜡烛一阵爆闪，紧接着就有一只火鸟从壁炉里飞了出来，在房间里上下翻飞，一顿乱窜。好在有人及时打开了房门，不然整个房子恐怕都要被它点着了。这么诡异的现象让小强顿时觉得通灵板有问题，让大卫赶紧把它扔掉。可惜他的话并没有引起重视，水仙不但没有把通灵板扔掉，看到那只火鸟之后反而更加激发了他的兴趣，一大早就拿着通灵板研究了起来。不经意间发现中间的眼珠子原来可以翻动，后面有一个暗格，暗格里放着一条项链，项链上的吊坠竟然是一根手指，难道要用这条项链才能启动仪式吗？水仙赶紧把项链悬在半空，没想到手指竟然真的有了反应。水仙又惊又喜，因为她正好遇到了个难题，她跟大伟的订婚戒指不知道跑哪儿去了，于是问通灵板知不知道在哪里。通灵板很快就给出了回应。 E is east, is that? 而与此同时，正在餐厅里的小强突然起了一身鸡皮疙瘩，他感觉窗外好像有什么东西，刚想凑过去看看，一只黑猫突然跳到了窗台上，小强顿时被吓了一跳。不过他并不知道，这只黑猫就是水仙在树林里看到的那只猫。小强总觉得怪怪的，他再次提醒大伟，让他赶紧把通灵板扔掉，说他奶奶曾经在路边摆摊算命，自己从小耳濡目染，多少也沾了点异于常人的感知能力。可没想到他的好言相劝，却给自己招来了杀身之祸。锅碗瓢盆上突然浮现出了一个女人的身影，紧接着诡异的事情就发生了。先是灶上的锅莫名的燃起了大火，小强赶紧把它盖住，汤汁却洒了一地。而与此同时，电锯也突然自己就启动了，小强刚要去关掉，没想到脚下一滑，瞬间被电锯卸掉了一只手。大伟赶紧一边止血一边让人打奶汪汪。小黑让大伟赶紧把手捡回来，处理得当的话到时候还能再接上。可大伟刚想去捡，突然就看到了那只猫，张牙舞爪的挠了大伟一下，然后叼起小强的手，转眼就从窗户跑了。大伟赶紧抄起菜刀去追，可外面杂乱不堪，一时半会儿根本就找不到在哪里。也就在这时，水仙欢天喜地的跑了出来，说她终于找到了订婚戒指。大伟也顾不得高兴，连忙来查看小强的情况，没想到小强竟然已经失血过多，惨死当场。大伟非常的伤心，小强对他来说简直就像异父异母的亲兄弟一样。我的妻往事报可怜你守在寒窑，可怜你孤孤单单，孤单我血难平，归整整18年。这天，大伟无精打采地回到家里，他还没从失去小强的悲伤中缓过神来，突然发现家里多了一只猫。水仙说之前在树林里见过它，不知道它怎么就跟到家里来了。水仙觉得这一定是特别的缘分，希望能收养它。大卫虽然并不喜欢猫，却也不忍心扫了水仙的兴，毕竟经历过小强的事情之后，水仙难得这么高兴。可看到那块通灵板的时候，想起小强曾经一再提醒让他把通灵板扔掉，一股不安感顿时涌上大卫的心头。他不禁开始好奇这块板子究竟什么来历，于是上网一搜，这才发现通灵板的每次出现似乎都伴随着死亡。再一搜，我的妈，通灵板竟然是博物馆失窃的赃物。可也就在这时，通灵板却诡异地摆动了起来。水仙很快就感应到了，翻来覆去的睡不着，脑海里还闪现了很多诡异的画面。先是看到一群人在载歌载舞，紧接着就看到了一具尸体，一只猫竟然从尸体的肚子里钻了出来。水仙从梦中惊醒，发现台灯一直在闪，刚想去把它关掉，突然等水仙再睁开眼，发现自己来到了一片森林里，不远处有一群人好像在举行什么仪式，树枝上挂满了人手，紧接着面前就浮现出了个女巫的身影，而这个女巫就是当年的玉兰。水仙再次惊醒，原来是个梦中梦，可那条项链却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跑到了他的手里，通灵板也莫名的出现在了床上。大伟听见动静，赶紧跑了过来，看见水仙一副惊慌失措的样子，连忙问他怎么了。于是水仙就把刚才做的噩梦说了一遍。大伟觉得一定是通灵板在搞鬼，既然它是博物馆的失窃文物，那不如赶紧报警，把通灵板交给警察。可水仙却不同意，第一，他觉得没办法跟警察解释通灵板的来历，警察肯定不会相信是他们捡到的。
第二，水仙曾经是个毒虫，而且还是个偷盗惯犯，警察一定会怀疑是他偷的。大伟一想有道理，于是就暂时放弃了报警的念头。不过问题总是要解决的，于是第二天一大早，大伟就找到了前女友芙蓉，让芙蓉帮忙分析分析，看看这到底是怎么个事儿。芙蓉说，有些通灵板被人下了诅咒，一旦你使用过它之后，就很难再摆脱它了。虽然我能力有限，破解不了，不过我认识一位高人，他或许有办法能让水仙摆脱出来。于是芙蓉就带着大伟来到了高人的家里。这个所谓的高人，其实就是当初雇佣熊大和熊二去偷通灵板的人。此人名叫阿杜，英俊潇洒，家财万贯。不过他的财富都是祖上积累下来的，而他的太爷爷正是500年前强暴玉兰的那位大长老。当年大长老把玉兰赶出了村子，玉兰只能躲进了深山老林里。经过一番修炼之后，从一个冰清玉洁的美女子被逼成了一个充满邪恶的女巫。她先是用一场酒会把那些忘恩负义的村民们全都骗了过来，然后用巫术让他们自相残杀，紧接着就把大长老也抓了过来，要让他为自己恶行付出代价。可没想到刚要动手，大长老的手下突然杀了过来，不但烧死了玉兰所有的信徒，玉兰自己也被大长老一棍子打到飙血，鲜血滴在了通灵板上，也就相当于玉兰的一部分灵魂被注入了板子里。自此，只要试图用它来通灵的人，都会被玉兰缠上。水仙正在洗澡，刚想开门，门却突然自己关了起来，怎么扣也扣不开。紧接着外面就出现了一个人影，还没等水仙反应，花洒里突然喷出了滚烫的开水，顿时把水仙的胳膊烫出了一堆水泡。水仙嗷嗷惨叫，浴缸里却又涌出了大量的血水。她赶紧想去开门，可是突然，大班，有人！等水仙回过神来的时候，发现自己仍然在浴缸里，手臂也好好的，就像是做了一场梦一样，完全不知道刚才发生了什么。等大伟回到家的时候，水仙却突然就像变了一个人一样，虽然本来就不是什么腼腆型的女孩，却也从来没有如此的风情万种。两人很快就扭打到了床上，可随着指骨摇晃，水仙竟然变成了玉兰的样子，紧接着就像从梦中惊醒一样，好像根本就不知道为什么会跟大伟在床上。眼看水仙的情况越来越严重，大伟赶紧把阿杜和芙蓉请到了家里，要给水仙来一场驱魔仪式。一切布置妥当之后，大伟一边拿着紫骨项链，一边念起了神秘的咒语。水仙很快就陷入了沉睡，也就此掉进了阿杜的陷阱。就在另一个平行时空里，500年前的玉兰被大长老关进了监狱。大长老虽然得到了通灵板，可根本就不会用，于是就强逼着玉兰演示一下，不然就马上杀了她。大长老估计是脑子不太好，本来玉兰被关在这里，可以说是上天无路，入地无门，大长老却亲自把一个逃走的机会送给了她。Qui appartient cet os? 玉兰把指骨悬在半空，很快就开始了旋转。当它旋转的速度和阿杜同频的时候，两个时空也就此产生了连接。水仙先是摸了摸自己的脸，发现伤口已经不在了，一激动竟然说了一句法语。不过他很快就意识到了不对，赶紧又改口说了一句英文。聪明的宝子一看就知道水仙肯定已经被夺舍了，不过大伟却还被蒙在鼓里，还以为水仙真的已经恢复正常了。他当然不知道，真正的水仙已经被困在了玉兰的身体里，等待他的将是被大长老活活烧死。不过虽然他们的身体已经互换了，但我们还是沿用他们本来的名字吧，不然会有点乱。水仙被夺舍之后的第一件事，就是化身采蘑菇的小姑娘，把熊二尸体上的蘑菇全都采了回去。为了庆祝餐厅开业，水仙搞了一个免费试吃的活动，不但把阿杜和芙蓉请了过来，还专门请了一位美食家来点评。随着晚宴开始，店里的客人很快就被一道道美味佳肴折服了，尤其是红伞伞白干干的小蘑菇，简直越吃越香。可吃着吃着就有点不对劲，客人们全都感觉有点莫名的兴奋，也感觉浑身开始燥热。这个金发小姐姐更是当着男友的面对小黑伸出了咸猪手，惹得男朋友非常的不高兴。而这边的美食家也受到了水仙的特别招待，为她奉上了只此一份的小强之手，不但原汁原味，上面还爬满了小可爱。哇哦，人间美味！一时间，客人们越吃越嗨，肾上腺素无处发泄，
很快就从言语攻击上升到了肢体冲突。说起来，这里的人全都是500年前那帮村民的后代，玉兰要像杀死他们的祖先一样，让这些子子孙孙也全都自相残杀。等大伟发现不对劲的时候，再想阻止却已经来不及了，一具尸体堵住了门口，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阿杜带走了水仙。等他好不容易打开了门，餐厅里的客人早就乱作一团，美食家突然就朝大伟发起了攻击，大伟情急之下只能将美食家反杀。大伟赶紧落荒而逃，好在遇到了芙蓉，这才没有被警察当场抓住。大伟彻底懵了，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当务之急还是赶紧找到水仙要紧，于是就让芙蓉把他带到阿杜的家里。可能是因爱生恨吧，芙蓉说为了安全起见，让大伟躲进了后备箱，以免被警察发现，结果却把他直接卖给了阿杜。去你丫的！画面回到500年前，可怜的水仙被大长老当成了玉兰，绑在了柱子上。大长老要当着全村人的面把她活活烧死。虽然水仙不停地大喊大叫，说自己根本不是玉兰，但是很可惜，那时候的法国人完全听不懂英文。不过就算听懂了，恐怕也不会有人相信。等大卫再醒过来的时候，已经被绑在了椅子上，自此也就到了揭开真相的时候了。阿杜虽然是大长老的后人，却有着和大长老完全不同的思想观念。他觉得不应该消灭玉兰，而是应该好好的利用她的能力。如果自己也能长生不老，那简直不要太香。而此时的水仙已经快要进化成玉兰的完整体了，只要500年前的水仙被烧死，那玉兰就会成功复活。情急之下，大伟只能放手一搏，不但打退了阿杜的保镖，而且成功挟持了玉兰。可阿杜却觉得大伟根本下不去手，自信满满的穿上了祖传的袈裟，准备迎接最后的胜利。可没想到玉兰一看到这件袈裟，沉睡的记忆立马就被唤醒了，想起当年大长老对他的羞辱，一怒之下就抢过匕首朝阿杜刺了过去。其中一个三胞胎奋不顾身地冲上去替阿杜挨了一刀，玉兰还想拔刀再刺，姐妹俩赶紧冲上去阻止。大伟趁机拿起通灵板想要丢进壁炉里。随着烈焰灼烧，玉兰的灵魂被重新转移到了本体上。大长老抡起宝剑就冲进了火海，想要一剑斩下玉兰的头颅，可是没想到却被玉兰一把掐住了脖子。最后两人拼了个同归于尽，大长老成功的消灭了玉兰，玉兰也完成了对大长老的复仇，某种程度上来说也算是双赢吧。而这边的大伟刚想去救水仙，却被阿杜哭嚓2枪打在了肚子上，顿时倒地不起。阿杜赶紧去捡通灵板，可也就在这时，水仙却已经元神归位了，一把捡起地上的枪就对准了阿杜。我赌你的枪里没有子弹。水仙虽然杀掉了阿杜，却再也挽不回大伟了。大伟身中2枪，早已经奄奄一息。也许此时的水仙非常的后悔，后悔没有听小强的提醒把通灵板扔掉，也后悔没有听大伟的劝说把通灵板交给警察。但再多的后悔也已经无济于事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爱人死在了自己的怀里。眼看火势越来越大，芙蓉赶紧过来拉水仙逃走。她之前只是因为得不到大伟的爱，一时走上了歪路，现在大伟已经没了，她跟水仙之间的矛盾也就不存在了。时间来到1个月后，芙蓉出现在了罗马教廷，她把通灵板卖给了大主教，咱也不知道这些钻石值多少钱，反正芙蓉一副很满意的样子。有了这笔钱，芙蓉和水仙从此过上了幸福快乐的生活。影片到此结束。说实话，这部电影还是熟悉的配方，依旧是一人作死全家遭殃的老套路。水仙没什么好说的，我们就说说大伟吧。大伟其实是有机会阻止悲剧发生的。当他感觉事情不对劲的时候，曾经劝说水仙让他把通灵板交给警察，但可能是因为太爱水仙了，也可能是对后果预估不足。水仙一哭一闹，他也就放弃了，以至于后面酿成了无可挽回的大祸，结果害人害己。
这像不像你身边那些溺爱孩子的父母？像不像你经常听到那句孩子还小不懂事，长大了就好了？可是长大了真的会好吗？一棵长歪的小树苗，如果不及时纠正，长大了就会突然变直吗？我想应该不会。要知道，所有长大了就好的侥幸，都只是在赌一个不确定的未来。因为教育从来都不是赌博，而是需要经年累月一点一滴的耕耘。发现错误不及时纠正，无异于养虎为患。那些打着爱的名义，忽略甚至纵容错误发生的人，也就等同于罪恶的帮凶。